喂喂，大家好，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喂喂，大家好，听得到吗？听得到吗？传统的少数民族服饰，它都是那种无袖缝，都是那种弯弯弯的。你会说普通话吗？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我这样搞得有点装逼。不会啊，你可以开始说话现在。再来一次。Once there was an explosion, 大家好 a 哇 bang 哇 which 哇 gave 哦！birth to 首 time and 先呢， space. 对靠抱抱。 Once there OK， was an 那现在 explosion, 不要 OK， a bang which set a 说开始 planet 就开始， spinning 然 in 后 that 你不要 space. 有太多动作。我有没有动作？ Once there was 在 an 这个频道， explosion, 我会以 a bang 知 which 识 gave rise 与 to 语言 life as we know it. And 知 then 识与干 came the 货。 next explosion. 我记得很好哎。 Heavy pulse, bloody eyes, sweaty clothes, the routine that I've learned to understand and know. Play my tricks. Fragile mind, rest your head on me. Shut my eyes, I'm not here. There must be some mistake. Don't be so serio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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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lo, Moto。这个系列呢 ，Organic、Nomadic， 这都是一些核心的 design language。然后我们可以从第一套来开始讲解。首先，这是 Look One 这一套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hoodie、jacket 或者一个袍子都可以。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在西藏旅行时看到那种牧民穿的藏袍，你可以从它的这种开襟的方式中可以看出一点影子。这一个系列中，所有的衣服都是用这种 one cut 的 pattern， 因为第一，它遵循了中国传统民族服饰的剪裁方法；二，我认为这种剪裁方式可以让落肩的袖子变得很自然，且变得立体。还有一个我用到的比较有意思的工艺是，我用到了面料的 layering， 因为我当时想，如果直接做一套 hoodie， 它其实是很死的，虽然它可能会通过充棉做出一些很有意思的 3D 的效果，但是我认为它还是没有少数民族衣服中那种风吹过的那种流动性。我就尝试了用外面这层棉的这种粗棉纱 muslin， 然后去覆盖在这种很柔软的 Japanese brush linen 上面，去打褶，反而它形成了一种像这种流沙的质感。
hoodie 中 hood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它更像是 mask， 因为我的一个招牌式 design 象人这个角色中，面罩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然后在这个系列中，它其实更像是头巾跟 mask 的结合，因为藏民经常喜欢在他们的那个头上扎一块彩色的头巾，我觉得很漂亮。它其实是可以拆卸的，它是通过这种打结的方式和大身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hoodie 自然化的一个 design。Look One 中的双肩包，像我之前所说，牧民他们去寺庙的时候，一路朝拜，他们都会随身背一个双肩包，我觉得就像移动的家一样 ，which is very nomadic。那这个单品，我将它和防撞的冰球裤做了结合。为什么当时这么想？是因为我在网络上搜查那种 pilgrim 信徒，他们一路在路途中跪地拜倒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裤子或者袍子都会磨破，那我就会想做一个保护性的装置。如果把这个裤腿拉开的话，它就变成一条短裤啦。然后把这个拉起来，就是可以装东西的背包，而且里面是真的塞了这种防撞的海绵垫 ，crazy pattern， 连口袋都装了防撞垫。这是它的背带，中间是螺纹。Look 2是一套女装，那这一件是她上半身的 crop hoodie，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廓形其实更加的现代化，或者说更像 hoodie。那我也做了一定的改良。首先可以看到，它上层的面料已经变成了 jersey， 而且也是很轻薄的。然后我在上层 jersey 中也做了这种打褶的处理，会让它有一种很自然的风吹过的软雕塑质感。Hood 没有破缝，没有破开，而是通过这个 pleats 很巧妙的结束在了这里。第二个有趣的点是它的气孔，这个点其实是我当时在网上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说，哇，大家你穿这种袍子是不是会很热啊？是不是应该加一点透气的孔？那我也是听了网友的建议，然后这是我的朋友 Eugene 设计的一个图腾，它其实是刺绣刺上去的，然后再穿了孔。然后这种图案其实你可以在很多电梯间那种语音对话的地方可以看到这种图案，一种很写点、很现代又很工业的与自然的结合。这个是 Look 2中的裙子，然后也是采用了面料堆叠，腰的地方会有这种一坨一坨的结，其实它的灵感是来自于那种牧民他绑头发的那种编发带，我觉得它形态很自然，所以就做了腰头的处理。Look 3其实跟西藏没什么关系了，这是我之前说的在卡塔尔国家博物馆拍的一些关于贝都因人的
传统服饰的演化，比如说他们在沙漠中的围巾和头巾，其实也是一些廓形的参考。然后在图片中看不出来的是，这一个衣服也是做了很多层的 layering， 然后有一些手缝的缝线的 details， 然后所有的这种下摆都是经典的在 Easy 那边学来的收褶，也不是收褶，就是窝进去的方式做下摆 ，which is very organic and natural。然后这条裤子真的是我最讨厌的一条裤子，但是最后做出来反而在社交媒体上最多转发的是它，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在大家看到的是 Digital Nomad 这个系列中 unreleased samples， 甚至可以说这些才是真正的最终品，因为之前展示的那些 piece 都是没有上色的。但是如果大家回看我刚才介绍的作品集中那种写生、那种敦煌壁画的reference， 它的颜色应该是这种褪色的。我是直接把染料粉撒在上面，然后通过冰融化掉，让它自然的下垂，让它染上色。所以一切都是混合的，都是自然发生的。最后，这个系列中的超级 icon 单品 Plus Footwear 001是我 Pencil 球鞋学院的导师 Jared 和我一起设计的，由他在美国纯手工制作完成。一双适用于居家与旅行的数字游民工作鞋。我们调研了很多居家的棉鞋、一脚蹬、户外的赤足鞋，因为要满足移动工作中的便捷和舒适性。外形的灵感是源自沙漠骆驼脚掌的结构，因为它们是天然泄力的，可以长时间行走。这双鞋参考了我衣服的充棉且多层覆盖的手法，鞋面是一整张 mesh 包裹的，包住了 sidewall， 然后一直到鞋底，是那种自然的塑形，不是像现在 3D 打印鞋出来的那种形状。鞋跟是垫高的，然后鞋底是 vibrant， 鞋垫是 Poron， 内衬是带绒的，一切都是为了办公中能穿着那种舒服的毛绒拖鞋的脚感。好了，本期的产品已经全部分享完，大家看完别忘了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